基地战群英汇聚，各路神仙大显神通，猛龙出街较量离耶。他的铅笔受伤，近战于远程大相径庭。他的影响上演英雄救美，反他的躯体控制权更换，直接不演了。竞标点亮，联盟精英抵达，多方战场再次分割。Hey guys，peace man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2周之久，时钟宇宙39集第2部分更新了，时长近9分钟。这集发生了许多的大事，几乎全程高冷。此前铺设的众多伏笔也得以解惑，比如动4动5为什么没有出现？基本中的神秘设施是干嘛的？铝碳铅笔有什么弱点？点读笔的惊天神操作等等等等。在这集中，疑问得到解答的同时，也让未来将要发生的故事更加清晰。请大家跟我一起重新回顾本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起警戒，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。前情回顾，他的钻头和碳的影响击破巨型变种厕所之后，更加强大的动妖编号级厕所登场，双泰坦在其手上吃尽骨头。在此情景下，他的钻头原地突然摇身一变，化身泰坦钻头龙，直接满血按下 F 触发处决动画。回到本集，由于动妖状态良好，立刻开启了喷气背包飞离。对于这样的攻击还是可以躲避的，使得他的钻头扑了个空。而后作为反击，动妖伸出左手使用掌喷，不得不说准头很高，直接爆头，导致他的钻头产生了僵直。趁此空隙下，动妖转移位置，继续使用掌喷高阶风筝战法，使得他的钻头气不打一处，原地见效。面对这样的挑衅，他的钻头这样的暴脾气肯定不会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。正当他正式准备追击时，一只大手拉住了他的尾巴，是他的电视。在这股拉扯的力量下，他的钻头难以飞动。太阳电视在拉拽他的钻头时说话了，从他的口中可以得知，太阳电视劝阻他的钻头不要中了套路。动妖想将太阳钻头从基地引走，从而继续分散联盟的力量，方便他们逐个击破。之前动妖看向的中心位置，显然是此前得到过某种指令，目前的位置距离基地中心太近了，以他的钻头这种颇具破坏力的泰坦下，指不定会被破坏成什么样子。在以前的种种台词中均有表示过，射手们应对目前这场战役的目标并不是分出胜负，首要目标是拖延，拖到基托的出山。他们认为这样做才能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，所以在基托的出现之前必须争取足够的时间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动摇使用掌喷来吸引泰坦钻头仇恨的原因。这东西对泰坦钻头来说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高，再加之泰坦钻头的火爆性格，那无疑是颇具效果。在泰坦电视拉拽时，动摇依旧在使用掌喷的攻击，顿时火气上头，一脚直接踹开了泰坦电视，直接倒飞了几里地。只能说没了首席钻头的从旁辅助，他的钻头现在彻底放飞了自我，已然间将盟友的话语当成了耳边风。见成功被吸引仇恨的他的钻头飞来，动摇转身也飞走了。就此正面泰坦减一，视角给到了铝碳的铅笔。此时他的身后黑烟暴起，又一大坨机械厕所来了。铝碳的铅笔已然察觉，右手立刻幻化成了某种武器。好家伙，巨型橡皮擦，真的是将铅笔特性诠释全了。只见铝碳的铅笔反手一挥，直接插到了机械厕所的脖子，迫使分头行动，这太疯狂了。但铝碳的铅笔的动向被动八尽收眼底，就这一丢丢的空隙下，铝碳的铅笔此时被机械厕所分散了注意力，动八趁势直接发射了泰坦杀手，一道红线喷射而出。见状，铝碳的铅笔赶忙左手抵挡，在爆炸到来之前轻微侧身，随后被爆炸波及震飞，导致从高墙掉落。但有一道射线命中了他的左手因此红电交织。此时应用了慢镜头，应该是在刻画铝碳铅笔的心理活动。此时的他需要立刻做出决定，不然可能会像泰坦电视那样无法动弹，从而由高墙之上径直摔下去。他的右手应该是刚刚在慢镜头时变了回来，因为上一幕还是橡皮擦的，此时变成了正常。铝碳的铅笔指尖直接刺穿左臂，剥离了被红电附着的部分，但他此时还在不断下坠。只见他右手从肩部摘下了一根笔头，随后插在了高墙上，以此来增加阻力，从而减缓下坠的速度，成功着陆地面。在下坠中可以看到，虽然他的左臂没了，但存有一团墨汁儿。在此前我们得知的铅笔人可以自我画修复，我想泰坦也不例外，但泰坦肯定更加高级，绝非轻描淡写就能做到的。只见铝碳的铅笔的核心开始加速运转，从内部生产出了更多的黑色线条，渐渐的有了手部雏形。在铝碳的铅笔掉入地面时，机械厕所包围了他，同时动八还在高墙上方。从他的口中可以得知，动八已经清楚了铝碳的铅笔的战斗方式，相较远距离战斗中的强悍，铝碳的铅笔在近距离的战斗中大打折扣，对于厕所来说就没那么大的威胁了。于是直接在台词告诉了我们，铝碳的铅笔的新手保护期转瞬即逝，先前表现的橡皮擦我看也不弱呀。不相比之下，群攻和单体确实有所差距。随后一堆机械厕所一拥而上，准备拆解，但此时泰坦音响来了，上演了一波英雄救美，直接在空中点击鼠标左键发动裂地斩，当即击碎了一名机械战士，随后一脚踩爆一个，再一巴掌拍飞一个。3连操作之下，
带走了3，接着使用斧子生产让机械厕所醉生梦死的声波。见状，东巴表示你们有很多泰坦，我们有很多的战士。黑暗暴起，更多的机械厕所相继出现，径直朝下方飞去，想必又可以拖延一波了。毕竟某泰坦已经打了几级了，这些个数量也够喝一壶了。东巴说完，便转头看向了另一个地方，视角给到了泰坦电视。他来到了高墙之上，可以看到他是通过喷气装置上来的，显得有点摇摇晃晃。此时基地的建筑正在他的前方，相较之下，他的电视的体型十分的渺小，可见有多巨大。看了一眼后，他的电视掏出了一个东西，握在了手中，随后摆放在了地面。只见其中的电视屏逐渐点亮，不断滚动着某种信息。相信看得细致的人比看得不细致的人看得细致。这个设施出现在了第9季的新增片段中。当时电视科学家让泰坦电视记住某个位置，并尽可能靠近，随后将这个东西放上去。目前来看，正是所指基地的中心了，但其中的作用还尚不明确。在第9季的解析中列出了一系列的可能，猜测的其作用是信标干扰等等多种可能。但目前看设施中的电视屏幕滚动信息以及上方的某种收发器，且正对着这个巨型的基地建筑，想必干扰获取信息的可能大些，亦或是他们想要破解什么。但随后面出现的联盟成员信标也有可能。这东西是集电视10中一体的技术结晶，如果成功产生效果，想必会对这个基地产生较大影响。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G-Turtle 的回归。在此前的剧透中，我们得知 G-Turtle 可能会在40集回归，但又在最新的个人介绍提示中可以得知可能还有第3部分，或许还真有这样的可能，但这个仅为猜测。花这么大的功夫铺设这个点，不至于仅是个定点传送的作用吧？我们未来再看。机械厕所又来怼泰坦电视了，因此他被吸引了过去。这时08来到了这里，他的戏份真多。这下这个设施没人照看了。假设之前他的钻头没有跑路的话，应该就不会这样被动。各个泰坦被分散到了各处战斗，人手十分的精确。东巴将机械臂插入的设施，随之扩展出来数个虚拟屏幕和虚拟键盘，各种信息在屏幕上不断滚动着，看起来十分的复杂。东巴觉得他需要阻止这东西的运行，但此时又一坨黑暗爆出，这次不再是机械厕所了。好久不见，大电视，比例正常，放心使用。与他一起的还有大钢笔以及集中向内的各个联盟成员，包含了绿领监控、座钟、独臂钻头、音响人和大铅笔人等等。大电视一来就生长出了4个音响，蓄势待发。但他们的对手也不止08一个，又一坨烂大街的黑暗爆出，全家桶出现了，欺负对手勇者生。大电视表示你该多带点人，随即白光照射而出，支线任务展开。联盟成员是否能保护到设施，下回继续分解。来到另一个地方，从此处的环境来看，有着岩浆跃动，像是某处火山口，暗示了接下来的打斗十分的火热。随着视角拉高，动摇勾引着泰坦钻头来到了这里，靠飞行背包飞行的动摇速度渐渐被有大翅膀的泰坦钻头超过。在此前动摇离开时，喷气背包散发的火焰是红色的，此时散发的火焰颜色却变成了蓝色。从其背部可以看出，他收起了飞行背包的喷气筒用的是肩部某种装置飞行，所以变成了蓝色。泰坦钻头借高度的优势，直接发动进阶版嘴炮 2.0 攻击，霎时间生成了一束射线喷发而出，掀起了道光波。在这股强烈的能量波动下，动摇刚转头没来得及反应，直接中招了，因此急速坠落，导致地面岩壁破裂，下方更多的岩浆渗透出来，同时也意味着动摇和他的钻头他们间的战斗进一步升温。动摇爬向了相对高的位置，而他的钻头好似盯着自己的猎物一般，观察着对方的举动，准备在其不注意时发动致命一击。但动摇率先出手了，一根超长的香肠投掷而出，引得他的钻头当即咬住，随后双方互相拖甩。虽说之前的他的钻头拖不动动摇，但进化后的他的钻头已然间突破境界，力量得到了巨大增强。只见他的钻头用力一扯，将动摇甩飞了出去。此时有电话打来，画面转向了另一个地方，这里有着一些机器人，大致来看应该是 G-Turtle 所在的位置。左下角有着文字信息，标注了现在的时间线与外界战斗的时间线是在同时进行的，终于不再是多少时间前了。厄德正处于上方的监察室，他正对着面前的屏幕说话，屏幕上方显示了泰坦钻头，不过很快就切换成了仅声音。从先前的电话可以得知他正在与动摇通话，而通话的内容便是已经提了不止一次的拖延。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得知，动摇目前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诱导泰坦钻头远离基地，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给G-Turtle拖延时间，而不是一味的打。厄德多次强调了这个点，但这是泰坦钻头变化前的策略，变化后并不是动摇想走就能走的。对付泰坦钻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动摇真难，边打还要边跟厄德对话解释。在他们对话期间，战斗也并未停止。泰坦钻头射线横扫，动摇掏盾抵挡，在抵挡期间，动摇的左手投掷出了某种东西，
从而打断了他的钻头的输出。这个东西是动摇先生在对话时抠掉胸前反应堆上方的这玩意儿，好家伙还能这么用，吃了一脸灰的他的钻头打算动真格了，一道射线不行那就多几道。只见其翅膀开屏，位于左右翅膀骨骼连接处有着多个异样的喷口，随着泰坦钻头嘶叫一声，能量高度涌现，红温了，每个喷口均发射了一束光线，悉数瞄准了动摇。在射线到来的顷刻间，纵使有着盾牌的抵挡，眨眼间就破防了，可见其威力是分的大。纵使如此，他也没有忘记给二德回话。二德也没想到他的钻头还有这样的形态，这样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。在此情景下，动摇想要让动视动物过来支援，但二德当场拒绝了。这是现今唯二没有出现的编号级单位了，而之所以还没出现，是因为他们担任着更重要的任务，用来防止泰坦时钟的后备力量。二德几乎顾虑到了每个泰坦，有一种军事的感觉了。他的各种部署贯彻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拖时间，哪怕是一点点的时间，所以他没有答应动摇的请求提供支援。对此动摇表示失望，但此时有生人来访，一个空间洞口展开，又一个紫色的球出现了，随着点读笔走了进来。二德处事不惊的对动摇说完了最后一句话，紧接着二德的两只机械臂发射激光攻击点读笔，但悉数被点读笔挡下。点读笔表示二德很可爱，下一秒绿色电眼必然释出，瞪坏了二德的轮椅。点读笔没有过多去看二德的情况，走到了仪器旁，似乎接收了仪器上的某些信息数据。点读笔转头看向正在自行维修的二德，他表示有人不想让他阻止启示录。这说一下，在点读笔一出场时就明确表示出来，他的任务便是阻止基特的启示录的成功，在后面的几集也还算正常。此时本可以脱手可做的事情又不阻止了，就很怪。不过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就能说通了。我们继续，点读笔离开，来到了另一处地方。这个地方看画风以及此前基地对比来看，是铅笔基地无疑了。不过此时基地内部空无一人，他们的去向或许与大决战有关，可能出击了。这下好了，倾巢而出，但有个内鬼。此时又一处空间撕裂，又一个不同形状的同款仪器批量生产是吧？此前我们已经见过了阿尔法手中的圆球，被弹飞的方球，此时又出现了三角球和星星球，很难想象这样的球还有多少，会不会隐藏在了各处，不得而知。但至少可以得知这个背后操作的人越来越近了。我们继续，这星星球一出来就表示自己找到了反泰坦，随后点读笔表示他需要去到别的地方去说服他的父亲，这下棘手了。但也有一个可分析的点，我们已知的是点读笔是由铅笔艺术家创造，那么就表示他隶属于铅笔阵营，而绝非外来者加入。但他此前所做的种种诡异行为，未不在表示其与其他联盟成员完全不一样。在37集我们猜测了其背后另有情人，其他的目的就是在联盟和企鹅间攻火。现在来看啊，显然是正确了。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还是说真的背叛呢？对此我有两个猜测：一，可能确实背叛了。假设是这样，那此前发生的事情就都能说通了，在各种不经意间拱火，从而加大联盟与企鹅间的矛盾，从而在战争的趋势下削弱双方的力量，由此在这个背后的人出现之后，可轻松摘取胜利的果实。二，可能是为了铅笔的未来，就类似三体一样，点读笔的系统计算出铅笔或者联盟无法抗衡这个未知的人，所以与这个未知的势力取得联络后，帮助其达到想要提前做好的一切，以此来希望在其降临之后善待他们的种族，也能对应这里提到的点读笔去说服他的父亲。无论是哪一种都仅为猜测，其中依然存在可反驳的点，这些只能未来来揭晓答案了。随后双球四类空间溜溜球，画面再次转换，来到了反泰坦所处位置。从旁边突到的林子以及右边建筑对于来看，此时的位置是32集中的位置，不得不说腿脚还挺快，再给他一集可能就要会面他的时钟了，但就到此为止了。在他解决完几个机械赤火后，打算继续向前推进时，他仿佛故障了似的愣在了原地，核心位置剧烈涌现电流，不知名声音响起。当反泰坦转身看过去时，是三角球，从它里面传出的声音可以得知小蜘蛛不再被需要了。随着电流冲刺核心位置，小蜘蛛很快就跑了出来。我只能说加油，叛逆的小蜘蛛，下次多弹飞几个。在小蜘蛛离开后，反泰坦确底进入了无人驾驶状态宕机了，但并没有浪费这副躯壳。三角球很快回到了铅笔基地，它从下方生长出了某种装置，链接上了点读笔的头部。随着短暂程序转接之后，点读笔版绿色反泰坦登场了，这无疑是疯狂的。在操作期间，三角球表示这具身体归点读笔控制了，但需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忠诚和价值，相当于赋予了点读笔性力量。这其中存在切换镜头，不知道是点读笔的程序控制还是本人在驾驶。看刚刚的转接过程，可能是程序驱使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本人是否真的由 AI 代替了？这很
难猜测，未来再看吧。镜头再次转换，动摇和他的钻头的战斗仍在继续，他的钻头直接飞天准备再次出发斩杀，但被动摇一个掌破 biu 的一下，再扭头躲避，随后一个翻身推拿将他的钻头推进了岩浆之中，只听见嘶叫响彻山谷，一股清香悄然入鼻，随后便没了动静。动摇见状，本来只是拖延时间，没想到还反吃了，随后启动肩部飞行器准备走人，但哑火了。剧本说他活不过本集。就在此时，响起了宛如地狱里发出的低吼声一样。不久之后，他的钻头从岩浆中立了起来，解锁新皮肤地狱火泰坦钻头龙。此时的他好似野兽一般扑向动摇，动摇见状见鬼了似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挣扎，直接被他的钻头擒拿。只见他的钻头一套快球下来，摩擦起热，顿时高温之后爆炸开来，动摇 out。进入他的钻头胜利结算画面，嘶叫两声，本集完。只能说这集的信息无疑是爆炸的。这集的视频时长也有点长，但其中个别分析可能依然存在有所遗失的地方，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补充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C 方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